现在直播了，吓死我！开始直播喽，开始直播喽。嗨，Andy，嗨。我准备一下，今天比较赶，今天比较赶，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可以先闲聊一下。大家周末过得如何啊？又下雨了。你看这个。嗨，杨依令。OK，应该有。主播有投 VOO 吗？哦，没有，我是投那个3倍的 SPY，就是 SGOV，没有投 VOO。3倍杠杆的 SPY 啊。你是投 VOO 吗？应该有画面有。我是投 SPXL，这是3倍的 SPY。想一下今天要分享什么呢？今天有个酷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虽然我还没做啊，还没做。
投 CSP 差少一点税。CSP 差是什么 ？CSP 差跟 SPY 跟 VO 是同样的东西吗？但是你也要看那个交易量啊。没有，都是美股的个股。SP 我查一下什么 CSP 差吗？iShares S&P 500 UCITS ETF。看一下看一下。长这样。那这个那个流动性太差了啊，所以它这样价格这样跳来跳去的。所以买还是要看一下它的那个什么基金的净值啊。这个一天你看这个成交量多少？这个成交很低耶，你看240K 这边左右。那你看你去看 SPY， 这一天成交量是这个 million 哎，你那个是 K 是千诶，这个下面这里是 million 哎，好像被挡住了，这样看得到吗？这里左下角会写，左下角你有移动这个左下角的成交量右边这里会写，有看到吗？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成交量也是要关心一下，不然你买会有那个什么溢价，价格会有那个滑价，所以那个流动性也是很重要的，流动性很重要的。我看一下有什么没准备的。红哥这礼拜有打球吗？这礼拜下雨。今天有推我一个影片哎，今天推不到一个影片，在讲那个投篮的。篮球有分那个一段式投篮跟两段式投篮，他就是给我推荐一个人，他就是在练那个什么一段式投篮的那个的影片，也蛮准的，而且速度很快，跟那 Curry 蛮像的。红哥，你的投篮是一段式投篮吗？再开个吹。应该差不多了，应该差不多了。好了好了，现在5个人吗？在看的聊天室打右，准备要开始了，准备要开始了。OK OK OK OK，好了好了，有两个人，哎，它现在会自动锁最下面的那种 auto 关掉，我自己点。那开始了开始了。那今天从哪边开始分享呢？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行情好了。先看一下美国4大指数，那我先看 SPY。SPY 有一天有跳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这一天看到吗？这一天从这里掉下来，跌了2%，2.04%。这一天很痛啊，我那个 SPX 都被敲了一下，很痛。然后反正我的账户就是说，只要有跌到1%嘛，我的策略就是 BTD 嘛，DCA 加 BTD。啊，这天周五1月16号，2026年1月16号，没切画面，我还在讲话，抓到。哎，有了。好，先看一下这一天是礼拜二嘛，对，礼拜一休市，好像他们一个什么纪念日吧，然后这休市跳水，跳了2%，跌2%，上面那边跌了2.04%，然后我在这里就加一单，然后我不是刚好说我上礼拜五吗？就是上礼拜五是这里1月16号，我忘记买，
啊，结果刚好赚到对，这里我直接加2单 ，DCA 加 PDD 啊，买了2股，不是2股，200美的 SPX 在这边加仓，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卖了2个 SGOV， 然后买进2次 SPX 咯，在1月20号，就刚好跳水这一天，结果就马上反弹上来了。就说了嘛，那个川普对不对？又是在搞，又在搞，那是那个什么，又说什么要对什么欧洲课什么什么关税，要抢那个什么 Greenland 格陵兰，然后他就几天后好像又不课了，这个政策反反复复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川普的政策就是大家听一听就好，不要太往心上去，就尽量不要改变你的投资逻辑啊，就是那些新闻消息，我觉得都是看看就好，看看就好，真正要去看数据，要看数据，就是眼见为凭啊。然后看一下那个，先看3个抵扣价，这个20 NA 抵扣价在这里，接下来往上走，再往下走。那现价现在是比它接近高一点点，然后这里往下走的话，应该价格还是会上去，所以现在还是安全的位置。那60 NA 的话，从这里会往下掉，所以我觉得这个黄色线会往上冲，然后这个白色线应该会一样持平会往上冲，所以价格都是会继续往上创新高，往下走。120年还很远啊，没什么压力。那看一下这个密集成交区，第一关在哪里？680，这里呢660，第一关、第二关680、660，目前应该下面都有支撑，所以 SPY 没什么压力，继续拿着。好，那看一下 QQQ， 看一下 QQQ， 看一下 QQQ，QQQ 还在抖好久了，还在抖。看一下 QQQ 的表现怎么样？在哪里？在哪里？对，看一下，QQQ 已经抖好久了嘛，密集成交区最大就在这里，现在现价622吗？对吧？621、622这边，然后现价差不多在这个位置。然后直播又故障了吗？有吗？怎么了？有画面吗？等一下，聊天室直播有故障吗？红哥说直播故障了哦，还是你的网络问题呢？来聊天室帮我确定一下，我直播有没有挂掉？我手机也确定一下，有吗？是没声音吗？没事，奇怪，我讲的顺顺的哦。我们等一下红哥好了，红哥，OK 吗？好了 ，OK，没事，小问题。就我发现我的那个缩图没有放，我缩图是1月17号，我放错章了，有吗？大家有发现我缩图放错了吗？现在编辑一下缩图，但应该不影响大家观看吧？今天1月24啊，我有做1月24号的缩图，来改一下，这样变1月24号了。好，那我继续讲。反正 SPY 这里跳水这天，我有加仓 SPX 咯，加仓200美，就是卖2张 SGOV， 然后买2个 SPX 咯，刚好赚到啊！那个礼拜5忘记买啊，礼拜1没开盘，礼拜2开盘跳水，直接下2单，下来差不多开盘价这里，然后接下来现在反弹回来，然后价格的话，目前看起来都没什么压力啊，然后密集成交区680跟660也都在下面，所以安全。那看一下 QQQ。看一下 QQQ 的话，密集成交区在这个622这里啊，这已经抖好久了，然后看一下20 NA， 接下来往上走再往下走，也差不多在这个位置。60 NA 上次说过了嘛，它现在在往上走嘛，看下礼拜还是在上面，目前现价比这个60 MA 还低，所以这个均线这根黄色的60 NA 的均线现在目前是压力，会把价格往下拽，所以可能感觉要再抖一下，至少抖到哪里？抖到这个抵扣价往上、往下，往上，至少到这个位置，再往下的时候，我觉得再往上冲会比较好一点，比较有可能往上冲，不然现在往上冲也很容易被这个均线给拽回去，那个不是很好。
那120 应该一样没有压力。那密集成交区622嘛，所以这个 QQQ 有的话要继续拿着啊。这边要交叉没交叉，要交叉没交叉，要交叉没交叉，所以这个有可能这个累积的这个横着多长，竖着就有多高啊。所以大家这边 QQQ 一样在埋伏的，可以继续等，继续等，没关系。好，那再看一下，要看什么呢？讲几个了 ，SPY、GOV，看一下这个是费城半导体啊，走的最好。现在半导体是不得了啊，那个什么美光啊、台积电啊，半导体现在就类似那个七巨头的那个什么资本支出，全部都在砸半导体，很缺啊，那个晶片啊，什么什么记忆体啊，缺爆了，所以价格一路往上喷，有没有？投费半的，很舒服的，对不对？看一下那个成交量分布，离超远，成交量分布在下面这里240，基本上上面都没什么压力啊。费半目前，然后价格也都比这个3个均线还高哦，完全没有压力。不然我们投费半的。然后道琼在哪？删掉了吗？删掉了。看一下 DJI 的话也是在高位啊，目前也在高位。现在走的比较痛苦的就是 QQ 啊，就是大家应该还是在对人工智慧的那个估值还是有点害怕，还是有点太高了，估值太高了。当然那个 AI 还是有点怕，不太敢投，然后都跑去投那个他们的那个什么资本支出，的那些行业就是费半嘛。然后密集成交区现在看起来都还是蛮在下面的，所以 DJI 价格也比3根均线还高，3根均线的接下来未来5天的运行也都不会影响到现价都比3个抵扣价还高啊，所以3根均线26，月线、季线跟半年线都应该持续往右上角走，也是安全的。那来看一下美元，看一下美元一样又破底，有破吗？这边破了哦，又破了，美元一样很疲软啊。所以我刚刚说美元要走上去，这个价格多少？100块吗？DXY 这个100要先过啊，没过的话，应该持续美元都在低档。但美元在低档是好事是坏事，大家可能要想一下。就是如果现在要换去买美股的话，会蛮爽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以前换的话，你会损的这个汇差。像我现在钱就已经都在美元里面了嘛，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的话，我觉得汇率。就是你短暂没有把钱拿回来这个需求的话，我觉得美元疲软对美股也是好事嘛。所以你赚了股票，但赔了汇差，这样，所以你短期不要换回来，那就没事。那 OK，美股差不多讲这些，那我要讲台股了吗？还是看个 VTI，好了。VTI 一样啊，应该也没什么好讲，在高位，然后也没什么压力，所以 VTI 也没事。对啊，然后拉一下那个密集成交区好了。有，看起来是这里多少？335，325跟这个最高是310，目前也都在下面，没有什么压力。可是这里有累积一点点小的，但是不重要。VTI 反正都继续拿。会考虑 TQQQ 吗？会考虑 TQQQ 吗？我自己是不考虑，我是做 SPY，我是做美国前500大，因为我觉得 QQQ 还是集中在科技股，就是如果你想那个什么去了，对科技股有更多的那个权重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买 TQQQ。就是我是做 SPY 跟 SPXL 嘛，SPXL 就是3倍的 SPY，那 TQQQ 就是3倍的 QQQ，所以我觉得 TQQQ 也可以去做那个跟我一样，以200支线、200支 NA。就是我记得红哥是持有 QQQ 的，他持有 QQQ 跟 XLK， 你可以考虑一下。对，我把200日 NA 开出来啊，这个深蓝色这条，也可以以这条为概念啊。就是如果在它上面的话，你就是继续持仓啊；如果下穿的话，像这里跌破的话，这边你就可以不持仓，就是然后去做3倍的 TQQQ，要记得重点哦，就是还是要看 QQQ 的线图哦，不能看 TQQQ 的线图啊。所以，但我自己是不会再去做那个 TQQQ 啊，因为我的投资策略在2026年我已经把
一半的钱拿去做10档股票的那个 portfolio 了。那这10档里面呢，有5档已经在这个 IT 产业里面，也是投这个科技股了，所以我应该不会再另外再去做这个策略。好，那刚刚讲到哪？讲到美元吗？那看一下 VIX 在有一天有往上跳啊，就是那天大跌那天有往上跳，然后接下来要跌回来，所以大家目前这个股价都在高位，然后恐慌指数呢大家都不怕，现在大家都对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啊。那就要讲最屌的黄金了，黄金已经不知道喷到哪里去了，黄金在哪里？GLD。来看一下 GLD 有没有黄金啊？投资黄金的人现在完全不避险，那种完全避险也赚钱啊。现在资金的那个什么避风港，现在变成资金的那个风口猪啊，有没有？只要买黄金的人现在真的赚翻了，因为大家对 AI 的那个什么泡沫很怕，现在也没有想要做什么避险，避险都全部拿来买黄金嘛。密钱要去超不密集，都在下面这里，然后金价一路往上冲。听说那个什么白银啊，还有什么铂金吗？反正那些贵金属全部往上喷啊。但是我自己是比较看好铜啊，因为铜是那个 AI 什么资料中心会用到的那个 material，就是原物料，所以我自己是看好铜。好，那差不多美股跟贵金属的部分啊，我用这边看好了，这里哎可以看一下他们的 summary，在哪里？market data 看一下。好，那先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些关键数据。这5天的话，走的最好的是大型股，micro 是大型吗？small cap mid micro cap 应该是大型的啦。对，这 Microsoft 对，我不知道，反正走最好的是这个，看起来是这个 micro cap。然后这里 equity 的话，看一下5天走最好就是能源产业有没有？然后再换基础原物料，然后后面是 communication service， 对，就是那个什么通讯行业，这是5天内走比较好的。那再看走比较差的就是金融啊，金融很惨啊，一个月跌了4%左右。然后房地产，那看一下科技的话，XLK 的话5天小跌，5天是小跌。那再看一下因子投资的话呢，最近哪走比较好？5天的话，低波动的走比较好。然后 Equal Weight，只有低波动赚钱，现在都亏钱。一个月的话是 Equal Weight 走比较好，还有高股息走比较好。所以现在市场的避险情绪其实也是有，就是说去买什么高股息啊这些东西啊。那看 Global Equity 哪个国家走比较好？可以看一下，新兴开发市场。然后排除美国的走比较好，然后这是亚洲的都还可以。那这个是 country 的话，走最好是什么 ？Brazil 是什么国家？巴西吗？巴西对，看一下巴西5天内涨了10%，怎么了？有战争吗？怎么涨那么多？那再看这个是债券，这是国际政府公债，然后 TIPS 走比较好，这个 high yield 的跟什么混合债券，还有短期的公司债都不太好。那个 commodity 商品类的话呢，看一下5天，天然气涨了35.24%，怎么了 ？Natural gas 是天然气吧？天然气发生什么事？UNG 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知道吗？开打了吗？第四次世界大战开打了吗？怎么这个触底反弹，然后被这200日 NA 压制？我不知道天然气发生什么事情啊，知道了可以在聊天室讲一下。好，那再看一下5天这个什么 Palladium 是什么去了？铂金吗？是吗？铂金吗？翻译一下，铂金吧。看我的直播还可以学英文，对不对？其他语言无法自动侦测，怎么回事？翻译一下啊。
那种没有英文可以选，有英文。铂金有没有？铂金这个贵金属，银、金、油有没有？这都涨得不错，有没有20%？那这个silver 银涨了14.68% 啊 ，SLV 我们看一下，现在贵金属的天下有没有？所以我那10档股票也有几档是布局一些那个贵金属的，有人投资这边条件是有人投资贵金属吗？有吗？有投资贵金属打+1，看一下。我都不太知道那个投票要怎么用，研究一下好了，跟大家互动一下，投票怎么用啊？这里吗？参与者社群管理，很像哦。完了不会用啊，有空再有加。发起问答活动，有。你有投资有投资贵金属吗？来，有问答吗？现在有问答活动在这里吗？大家看到画面长什么样子？我们手机看一下。有吗？有问答活动吗？有。哦，你有投资贵金属，央一令，还是你是说有那个问题出现在聊天室？现在聊天室长什么样子啊？其实我看不太到，它这上面有一个问答，对不对？应该有啦。我要看这个直播功能，对不对？不太会用。好，那我们继续回来讲啊，这个银也涨了很多啊，爆喷啊，看一下。金也是涨，金刚刚看过了嘛，金也是爆喷嘛。那我们再看还有喷的哪一些？这个 agriculture 我不太确定是什么，是农业吗？应该是吧。agriculture 是走比较差的啊，这个油啊，没有，应该到这里贵金属都不错。那来看一下这个 currency， 5天的话，欧元走不错，英镑，然后美金啊跌的就是日元啊跌的就是那个美金了。OK， 这个是现在那个市场的表现。好，那回来讲，差不多要讲台股了，这里我观众应该大部分都投资台股吧？有吗？现在台股也是下叫有没有人那个台股的？我记得有一个买0050真的我忘记是谁了。来看一下0050，我自从讲那个要交叉没交叉嘛，这里然后就一路往上喷了，台积电也一样往上喷，然后上面都还没形成密集成交区，价格也比3个均线的抵扣价还高啊，3个均线也往上走，所以这个行情持续啊，有持仓的就完全不用怕，继续拿着。然后台股好像也没什么好讲的OK，差不多讲这样。我们的那个行情，有人讲话吗？台股0052、00928、00830都一张哦。红鱼帮也是有做这个资产配置哦，我要关注那个关掉那个结束问答了，我看不到你们打的字。哦，0052、00928、00830、0052，我来看一下0052好了，看个0052好像很多人买。富邦科技看一下，052跟0050很像啊，你看这个线型有没有长一模一样，对不对？手续费有比较低吗？0052也一样，价格都比3根均线也高，密集成交区也是在下面，也是安全的。还有什么00928、00830、00928，这个上次不是讲过了吗？00928上次不是讲过了吗？怎么还买？
富邦中信上柜 ESG 是吗？我是讲这张嘛？对啊，上次我有做影片讲这个可能还没上影片，下礼拜00631L 又来了，0050正二哥又来了 ，Have a good time， 我终于记得你是那个0050正二嘛，对不对？现在应该很爽啊，对不对？这个影片讲过了，就是我是没有推荐这个中信上柜 ESG30的那个选股逻辑哦，就是要去看一下选股逻辑用什么 ESG 什么报告评分，怪怪的，那个权重也都怪怪的，我觉得这个，然后他那个什么应该手续费也蛮高的，不是啊，那什么持仓那个费用什么信托费也蛮高的，不推荐这个00928，但是虽然现在表现很好啊，都赚钱。好，那也是我们红哥拿了一张，也是讲一下好了啊，反正就是有的话继续拿着啊，应该没什么压力。然后看一下0063了啊，这个0050正二嘛，0050刚刚讲过了，应该没什么好讲的。反正那种正二的话，你都一样是去研究圆形的图，就是你是买什么0050正二，那你就一样看0050的那个线型表现就好，不用去看那个正二线型表现了，因为它还是追踪0050嘛，对。好了，台股也没发生什么事，那今天然后没什么好讲的，看一下我账户的表现好了，账户的表现看一下。我看一下怎么投哦，嘿，这个38887，反正就差不多长这样啊，也没什么动。然后我投资那10股，上次讲过了嘛，表现的话这边应该看不好看。然后 SPX 现在是31.748股，那 WLDN 是不是啊，讲错了 ，SGOV 还是一堆那个债券啊，这边部位还是蛮大的，大概占了快一半，就是我贷款的钱都是放那个 SGOV。好，那我看要讲什么？看那个，先看一下红哥的表现。我在那个跟红哥对赌啊，看一下红哥的表现。我看我现在设定的对不对？就是我们1月12号是1月12号做这个 portfolio，Thinking Alpha Top 10 2026的 portfolio。然后现在如果是等值投在 QQQ 加 SLK 一半的话，大概市值是7013。我们总共是投7080吧，7080。我要验算一下对不对？对，我这个2026年1月12号，然后价格是146.79买的这些，然后乘一下，看一下这样是不是3540才对，应该要是3540，那我们才公平竞争。对，3540，帮大家算好了，3540。然后 QQ 是3540，然后现在跑下来，所以是投了7080，跑到现在是7013，小亏一点。那看一下这个我选的这10档也是投7080，这我目前投的状况。然后目前是涨到7456，然后哪里啊？这2026年1月12号，我就是以这些成本下差不多去买，然后除了 NU 跟 B 之外，这两个我投了740美，其他我都是投700美。那目前跑到现在的话是7456，所以7080变7456还可以，还没到跑几天，12天而已哦。然后 SPX 了，如果从1月12号跑到现在7080，跑到现在的话是6856啊，就跑输了，差不多这样。红茶，红茶，第一次看到你哦，你好啊，红茶，应该是新观众。以后美国券商渐渐可以用 USDT 入金，会更方便。好像有听说这个讲法，但是也是要去买那个加密货币嘛，你也是用什么币安吗？你是用买加密货币的话是用币安吗？我很久没买了，虽然我刚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是做加密货币的，但我觉得我的方法就已经算很便宜了吧，我的方法入金手续费只有$3而已，所以我觉得应该也不差这点啊，对不对？虚拟货币你去买的话，也是会那个也是会有一些蛮麻烦的事情要处理，你要开什么币安或什么的。如果
那个未来这个政策有落地的话，我也去研究一下，这个怎么用 USDT 入金。哎，红茶，你也是做美股的吗？应该是新观众。你的大头贴很好看呢，这是什么？是一只狗还是一只马还是一只驴子？一只狗咬一颗苹果吗？啊，不重要不重要。好，有观众要问问题吗？不然我要分享我今天要分享的东西啊。其实今天没什么好分享的，但是我找到一个有趣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哦，最近发现的啊，我也想要做做看，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贪小便宜的一些建议。我自己就是贪小便宜的人，就是我今天原本因为我是住宜兰嘛，然后原本要去那个好事多买一个微波炉，哎，这礼拜二就发现特价了啊，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哎，我礼拜六就要去好事多了，对不对？哎，听我分享，OK，好，我原本要去好事多了嘛，结果到好事多，我到因为我最近要细致好事多，细致好事多他说没货，看早知道我那时候直接手机差80块运费，我就吸收下单就好，然后就超麻烦，结果没下单，我还跑到中和去买啊，那个买回来啦，给大家看我的那个微波炉，算了，太大啊，算了，就买了一个25L 的微波炉啊，惠而浦的，蛮便宜的，买了2200、2300吧。然后我又去买那个微波盒，你知道吗？大家有用微波盒嘛？那个叫什么？Systema 的微波盒，这也是要讲一下画面，大家才会了解，对。惠而浦微波炉25L 啊，就买这个，买这个搬的这个微波炉回来，然后买了一些微波盒 ，Systema 保鲜盒啦，这个大家有用过吗？有推荐加入好事多吗？它年费涨价了，很靠背。那个我自己是黑卡会员啊，那个好事多已经，刚刚忘了切画面了。这个保鲜盒有吗？大家有用过这个保鲜盒吗？然后微波炉是惠而浦微波炉，我是买这个25公升的这个微波炉，然后买2200吧，然后就那个网购2300。微波炉很方便，几分钟后可以出餐。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就是你去买这个微波盒，我买了这个青菜的，还有这个微波这个肉的，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把食物放进去，然后下面然后加一点水，然后加去微波，然后直接熟了。那我要什么电锅？我要什么自行车，对不对？那蛮屌的，这个微波盒，大家听说好像是什么纽西兰发明的，不是发明的纽西兰的牌子。然后听说他们的什么宿舍学生啊，都只有微波炉，都会用这个微波盒。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很多健身的人，对吧？要吃蛋白质，那个鸡胸肉很麻烦，对不对？就直接买一个这个微波盒，然后下面放水，然后直接微波。买好事多股票也是不错。OK，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好事多。好事多，大家知道觉得那个零售业最大的是哪一家吗？哪一家公司吗？就美股零售业最大的，大家觉得是哪一家公司？来看一下 Costco， 我们是以生活结合的。W， 对，好像是 W 是沃尔玛，好像是最大的。没有，零售业是沃尔玛，是沃尔玛吗 ？Costco COSTCO。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是猜，我自己是知道是那个啦，沃尔玛啦。我来看一下这个产业最大是哪一家，看一下市值 ，market cap 有没有？沃尔玛938.33 billion， 它是最大的啊。第二家才是好事多，好事多只有它一半而已，436.43 billion， 所以最大的是沃尔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事多的那个状况怎么样。现在看一下，好事多近1年只涨了4.36%，我们用这边看好了 ，COST 有没有讲好事多，还可以分析好事多股票，这么好的投资频道，要不要按下订阅？红茶要不要按下订阅？对不对？哇，好事多怎么那么强？怎么了？年费涨了有没有？涨了年费之后，股价也跟着涨，对不对？从直接这边触底，看一下，直
这边均线直接全部当做没看到，直接上穿。哎，这里，哎，怎么看到这边跳空一个，然后现在再往下走一点，这边上穿20 NA， 然后这边呢，这边真正交叉在哪里？拐头交叉，这边就是这边就是先上穿嘛，然后这边拐头在这里变白色就是拐头，所以从这边后它的斜率就变正了，20 NA 的斜率变正，然后在这边进第一次交叉有没有？20 NA 跟60 NA 第一次交叉，然后这边20 SNA 跟60 SNA 第二次交叉，所以现在那个 Costco 已经从空头变成多头了。那我会建议在什么时候买？有4个点可以买。如果在我的投资的那个择时观念的话，第一个买点在这里，哎，就是上穿的时候。那第二个买点呢，就是在这个黄变白的时候。那白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斜率变正，也就是它的现在的价格收盘价比它20天前的抵扣价还高的时候，也是一个买点。那第三个就是这里，这一根对下来就是 EMA 的交叉，对不对？那第四个是这个什么？第四个就是这个 SNA 跟 SEN 20 SNA 跟60 SNA 交叉的时候啊，这4个买点，就在这里也是一个买点啊，跟大家分享。所以现在它正式 Costco 变成买好事多股票股东纪念品嘛？我不知道美股有没有股东纪念品啊？还是买 Costco 送纪念品送他的那个什么那个购物袋还不错，对不对？哎，亚马逊是那个电商，它不是这个实体零售业的。好，那所以 Costco 还不错，顺便翻正了。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估值，看一下6个月前，哇，估值超惨啊，都是 F， 最低分。成长性从6个月前是 F， 然后分数变成 C。哎，这样大家会不会被聊天室挡住啊？我不知道怎么调整。好，好，大家看右边这里会被挡住吗？那偷关一下聊天室，不然大家看不到的。哎，有没有 valuation 估值一直都是 F 很烂，那成长性从 F 变成 C， 然后这个获利能力哇都是 A 加momentum 从 C 变成 B 减也是变好 ，efficient 从 B 变成 B 加也是变好。哎，那好事多感觉还不错哎，还不错哎。那看一下那个好了，涨上去了，不用追了，不一定哦。它的这个现在的如果以这个量化分数的平局的话，就是如果你有的话，你就拿着，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还不建议去买，不建议去买。如果以这个分数是这样，他们这个 quant 分数是这样推荐的，有没有？这边都是 hold， 以前应该是 sell 吧？一直都是 hold， 所以就继续拿着，不用动。那我们来看一下估值到底多惨。估值它的同行大概都是那个本益比都是16.21倍，它48.48倍啊，是有点高。那如果把这个成长性含进去的话，它的同行是1.14，那它是5.43，也都是比它的同行贵了大概3.7倍左右。哦，主播可以看一下台塑的现形吗 ？OK， 怎么了？你想要加油吗？好，那看一下成长性，成长性的话，哎，比它的同行好。它同行一年的那个收入成长只有2.64啊，中位数，它有8.34，然后 forward 的话也是比它高的。那这里看一下 EPS，也是成长的，成长性还不错，可以，获利能力也是上面表现最好的。毛利率怎么那么低？那同行35.9，它只有12.8，然后 net income 2.96，那它的同行是4.36，是很差哎。那到底谁说好的？哦，这个 return on common equity 就是 ROE 的话，它的同行是11.45%，那他们是30.32%，还行啊，所以是赢在这里，上面这边都输。那好事多到底赚什么钱啊？然后动能的话，一般般吧，也没涨几多涨几趴。那看一下分析师怎么看？分析师的修订的话呢，25个分析师对他 EPS 上调啊，6个分析师对他的那个 EPS 下调，那18个分析师对他的 revenue 上调，11个分析师对他的 revenue 下调啊，所以是也还可以，还可以。好，那看一下台数，台数是多少？台数哦，台数啊，看一下，这个线型是有一点乱，但是感觉是已经到多头行情了，看一下。
哇，这个跌得很深呢，是怎么样？你台数以前那么屌，90、100块，现在剩40块，腰斩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那我先拉一下那个密集成交区，哎，有看一下密集成交区目前都在下面，价格已经跳上去了。然后这里刚进行双交叉，对不对？就是20EMA 上穿60EMA，只是20SMA 上穿60SMA，所以这里现在黄金交叉，台数现在是趋势是那个、哦、刚走出去哦，可以加码哦。这边如果单纯看现行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财报，财报表现怎么样？看一下，只是我台股就没有那种量化分析工具了，所以就只能你的创意今天上线啊？有没有广告？看一下，台数是1301吗？因为你分析的股票尽量跟它的同行一起比，才会比较有效果。但是在台股还没有找到那个工具可以一起比，所以我觉得有点只能单纯看到这家公司的财务表现怎么样。看一下近世纪，哇，这个台数简单来说投都不用投，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过嘛，最重要是什么？这个营业利益，营业利益是最重要的。哎，红茶，你看得懂这个财报吗？那种财报吗？简单来说呢，营业利益就是它本业赚多少钱，略懂略懂。好，那个损益表你一定要看懂。那我大概讲一下，近世纪的财报呢，就是营业收入，就是他卖了这个1846元，对不对？那它成本呢1779，最近没剩多少钱了，营业毛利剩下67.1块，但是才67.1块要扣掉什么？扣掉这个推广盐的费用啊，扣一扣呢，营业费用是132块，所以它这是亏65块的，亏65块，也就是亏65亿啊，也近世纪直接亏65亿啊。但是你看这里越亏越大，有没有？-36、-53、-65，那下面就不用继续看，这就是亏钱公司，对不对？亏钱公司没有买的理由啊，我觉得至少要等它这边翻正，然后又持续在成长的时候，再考虑买。所以台数我觉得看损益表就可以不用买下去了，亏钱。其他应该不用看，这个现金流量表也可以看一下，可以看那个从营业活动的净流入跟净流出，可以看一下这里，近世纪，近世纪营业活动是有现金的流入了，是有现金的流入，但都太少了，都太少，因为这上面都是亏钱的，本期这边都亏钱的，所以都是用一些什么折旧这些东西再摊回来的，再把那个钱摊到正的，所以都不是真正赚到钱，就觉得台数不太喜欢看，不太喜欢看亏钱公司。那你说主力在买是不是？来看一下法人，法人的话呢，这我很少看，看一下，从这里来看，价格在这里嘛，会不会太小？放大了。这里法人加12.7，加11.2，哎呦，加9.7，真的法人在买，可以看这个法人买卖超，这边都是正的，有没有？都有在慢慢买。外资持股比例有没有？从原本这里26.91%变到现在这已经大概29%了，有在买一点，有在买一点，外资有在累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等它赚钱呐，还是要等它赚钱呐。Andy，群创还会再往上吗？群创，我不想讲群创，因为我爸叫我哥去买群创，我哥没买，我爸很生气，然后就说明天一定会涨，为什么你不买？这样，他就连跌了2天，然后我爸后几天都没跟我哥讲话。你群创那我家庭不和谐啊，不想讲群创啊，还是等一下看一下群创啊。1231莲华石可以评估一下吗？OK OK，等一下谁先讲的？群创好了，先看一下群创。群创，之后先找我哥的对话记录，很赤裸不要，反正群创一直喷到这里往下掉啊。但是我觉得一家好的公司，
不用这么短期去看，我觉得要看长期。虽然现在你刚买就跌，啊，这你也算不了，对不对？所以有的话我们就看一下财务表现或什么的，对不对？哎，有没有？你看那个密条就在下面，然后直接这个是什么？云霄飞车对不对？直接大怒神往上冲，再掉下来，哦，有够刺激的。那还能不能买呢？我觉得真的要买的话，等到下来碰这个20A，有没有看到这里？这两根，这多少？22.4、21.9，这里附近。然后大家画一下，这边可以看有没有支撑。对，对，看下我们这两根之间有没有支撑，有的话可以在这边加仓看看。如果支撑又上穿的话，可以去加仓看看。因为20A 的底构价还这么远，现价比它高，然后这3个底构价都在下面，所以这3根绝对都是有支撑功用。对，那如果你要看更细一点的话，就是拉20日的那个密集成交区，也都在下面，对不对？这里，这里，对。但是密集成交区我觉得看20天我觉得不太准。那能不能买呢？我们就来看群创有没有赚钱好，应该有赚钱吧？股价涨那么多，一定有一些利多消息，不可能没赚钱吧？群创做什么的、啊？看一下群创做什么的、啊？光电业、哦，什么面板吗？还是什么？来看一下损益表，来看一下近4季的损益表。等一下，那、怎么又是亏钱公司？怎么公司都在亏钱啊？我看一下单季有没有赚钱，也是在亏钱呢、欸。哎，等一下，这些亏钱公司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13块买的出掉8成了？哎，看一下，13块买的，哎，然后哎还行哎，那你赚蛮多钱的、啊。可是怎么那么惨啊？不是，我爸怎么可能推我哥这种垃圾公司呢？狗都不买，狗都不买，不是啊？营业，你看他的营业收入2237，啊，扣掉营业成本，我说这个是像卖面嘛，对不对？损益表我用卖面讲过了嘛？你的面摊卖了2237，的2237元，对不对？然后你的面团呢是2088，所以你就只剩下148.2的那个赚到的钱了。但是你在扣掉什么推管盐这些什么水电瓦斯的这些费用后，营业费用221，你每季要亏73.13亿耶，每年亏出去，所以买都不用买，亏钱公司。我就觉得台股大家应该还是要先去看一下损益表，反正这个营业利一定要去正，要是正的，不然这家公司根本没有获利，你股价是怎么样都是被短线操纵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先多看这个营业利益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以长期的角度去持有一家公司，以经营的角度，你不可能你是股东，你花钱去投一家那个生意一直在亏钱的公司嘛，对，这不符合逻辑。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多看这个营业利，而且营业利这个0050呢，它股票筛选也都是有把这个0050，就是这个营业利近4季营业利要大于0的这个筛股票逻辑放在里面的，也就是亏钱公司是死都不投的。那 ETF 上不投的话，就比较少什么那些投信会来买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就来想一下，这损益表一定要看懂。好，那我来看一下，听说群创要转型为 AI 概念股，哦，有这个新闻是不是？有吗？有这个新闻吗？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好了，群创有什么新闻？主很少用这个 Good Info 看新闻，他们不是面板吗？面板双虎，但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看这样的新闻，对不对？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的是他们重讯到底发了什么。大家会看重讯吗？不是在健身房那个重讯哦，重大讯息观测站，这里大家来这边，然后打那个叫什么群创，按搜寻，你这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等下群创，会太小吗？可以看一下他们这边就是他们自己公司自己发出去的东西，对不对？有什么重要的吗？收购了一个日商，然后公布了他们的营收，代子公司什么什么什么，
向关系人取得不动产使用实权。啊，还有说要转吗？不能这样随便乱唬群创，我看一下群创会搜寻到什么。低轨卫星题材点火，这档面板后续跌6%。低轨卫星是不是？不是啊，这些东西都在画大饼啊。哦，这样扇形封装加低轨卫星啊，不是要真正做到嘛，对不对？这些我们怎么一堆投资人都会去买这种，就是说一说就去买的呢？人家特斯拉说要那个什么自动驾驶，你就会去买它吗？当然是等它那个自动驾驶真的有在布局，真的有一些营收进来的时候，或是有投资的哪一些公司，你再去买嘛，对不对？看这些都讲的啊，我觉得还是要等它的本业真的那个钱有进来，大家再投会比较好。如果一个公司过去一直亏钱，但是三大法人一直买这家公司的股票，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三大法人对这家公司就是他们有内线消息。当然，你可以去相信那个三大法人一起进去买啊，但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切实际。你要想，你这样赚到的钱也是短线的钱，你赚到短线的钱，你的资讯和那些三大法人都有落差的话，一定也会输的，对不对？所以还是要那个以你怎么看到财报啊，或看他们的什么股东会啊，或者什么那些他们自己公开资讯发出来的东西，然后再去看，不然这些新闻都很会炒作啊，很多他们只是为了出货，把那股价拉上去出掉，对不对？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散户就是消息就是输了嘛。我看一下要怎么看他们其他东西，群创。好像也看不到什么，有什么最近有什么日子发生吗？看一下他们有没有那个什么法说会好了，法说会哪里？我用查的好了，法说会，看有没有法说会。2025 8月1号，很久这法说会也太久了吧？好像没什么法说会能看好吧，那我就不确定了。好，那刚刚说什么1231？Andy，你是怎么知道它是扇形封装加低轨卫星的？你是从什么地方分析到的？我来看一下我手机的那个三组股市可以看到什么。我还没研究怎么把手机投资那个手机的东西投上去啊。大家都用什么看股票？大家有看我的影片去用三组股市吗？有吗？三组股市，看一下有什么？群创吗？产销组合没公布，然后营业焦点也都没什么。LCD 面板产业分类，一开始买只知道转型成封装，股价喷上去是因为跟 SpaceX 接单的新闻。哦，所以是这个新闻面是不是？那你们这样看新闻面做交易的话，不就都已经落后了吗？人家那个什么法人在前面搞不好都已经布局完了，对不对？让他拉上去，你才要买，这样感觉也是偏这样靠新闻还是不太好。我的投资逻辑还是希望大家是买一门生意，对不对？买一门生意，然后长期的持有它，至少要拿1年啊。因为我觉得1年都没有拿到的话，就去随便买一家股票卖一家公司，这样你短线长期这样做，其实你认真去看研究你的绩效，其实也没赚没亏。对，甚至会是亏的啊。所以 Andy 能点到算你厉害，我觉得还不错。那你是从哪边看到这个新闻的呢？我们可以跟 Andy 老师学一下。Andy 老师，你是从哪边看到这个新闻？我都没看到。这边也可以看个股新闻啊。我都没看到呢。
哦，投信23日买超股布局了23天啊，这么狠啊！哦，有看到这个新闻了，这样看得到吗？SpaceX 啊，传密访台舰点火，投信急呛什么太空版龙头4000张，斥资60.7亿捕获台积电。哦啊，OK，反正这个新闻面我都是听听的，就要真的看到报告我才会认真去研究。低轨卫星全面引爆，这个新闻都报很凶这会不会都是出货要用的啊？他们出货才发这些新闻，你有想过吗？有没有可能他们投信在前面已经买好几天了？就是他们投信在前面就已经买满了，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三大法人买卖超，三大法人，真的投信近5日买了32000张，要求贵，真的是，哪有那么多天？有那么多天吗？给大家看，我不知道大家用什么看啊？三组股市这边可以看这个三大法人，投信中间那一行确实都是买超一下，有一天买到17000啊，17000多张，真的算蛮狠的。我可能要研究怎么把这个手机投上去，对，大家用台股的话，我也比较能看。好，那回来，那换讲，刚那个什么，我还记得红哥说1231买在180，是否要割爱？来，我们来看一下1231，红哥，你是在买菜哦？你买很多东西耶。1231莲花石是什么？他们的饼干吗？是饼干吗？等一下，红哥，你说什么？180块？红哥，你确定180块在哪里？没有180块啦，那你骗人哦！但是他公司没有到180过啊，还是我看错了？没有啊，没有到，有啊，不会在这里吧？等一下，我把这个调整关掉。为什么我这边只到160几块啊？我的莲花石怎么长得不太跟大家跟他那个不太一样？我这边只到160奇怪了，真的我股价只有到160直接告诉我是为什么？先看一下 Andy 老师什么，原本是布局今年下半年看成效，但最近大家 FOMO 直接推上去就先卖了，确实，就是你也要等到他那个公司真的有绩效，然后钱有进来，或是有怎么看到什么订单消息，但我们一般散户是看不到他们的订单的嘛，除非他真的收到什么 SpaceX 的订单，那我觉得那时候再投，但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无从得知他到底有没有得到那些订单啊，我觉得有点难。那个红哥，你真的是买到180吗？奇怪，我发现我这边真的手机看到有180但是我在我的那个 TradingView 这边看不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一样来分析一下。Good info， 我们一样先看财报好了。那个股价太可怕，我们就先看财报，对不对？会不会财报更可怕？莲花石是那个吗？是饼干吗？好像吃过那个莲花石的饼干莲花石出什么饼干的？来查一下，好不好吃过？莲花石，莲花食品有什么？看一下他们图片有什么？可乐果就他们的，还有什么？这个什么北海道薯条，还行啊，这些我都会吃啊，怎么会亏钱呢？好想吃，来一包可乐果。好，不重要，看到股价就没办法讲可乐果了。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莲花石123，1231嘛。红哥，你真的买在180吗？那你算天选之人要买在这么顶点也是需要有一点，需要蛮厉害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莲花石，近4季，这家公司有赚钱哦，但赚的不多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先看营业收入，有赚钱就可以分析一下了。
近四季的话，从这里122、124.2、127.5、129.5，营业收入有成长啊，但是成长的太慢。那可乐果可能没有卖这么好，就是成长的太慢。就是你看，从122亿、124.2亿，然后127.5亿，然后129.5亿，就涨得太慢了。那看一下毛利率呢，这里是20.8%、20.4%、20.6%、20.3%，没什么动，所以算是很稳定了。那看一下营业利益率呢，这边看是8.55、8.43、8.7跟8.34，也都是没什么动。营业利益跟那个营业毛利都已经，毛利率跟净利利益率都很难再改善了。那反正是有赚钱的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EPS 的话是4.22、4.63、4.65、3.63啊，3.65、3.61，没什么成长性啊，没什么成长性了。好，那我们看一下现金流量表，看一下有没有从本业赚到钱。看一下营业活动和现金流入，9.03、10.45、10.05、10.99，就是稳定的啊。然后投资活动变少，那融资活动也平平，所以还可以，还可以。那资产负债表看一下，看一下合并的年度好了，2024年，流动资产有上升，那流动负债呢？流动负债也差不多，流动资产比流动负债高，所以也没什么那个倒闭的风险啊，就还可以。但是股价是发生什么回事？股价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股价到底是发生了什么。180只有一张是，等一下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的 Trading View 这里是162，没有到180，这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吧，改天再来研究为什么这个看到会不跟实际的不一样，是这个调整嘛？啊，不管。好，我现在看一下。我看一下哦，目前的密集成交区呢？我拉错了吗？拉错了。红哥当初为什么接触到这个莲花石的这个公司呢？是因为那个可乐果好吃吗？哦，密集成交区现在下面，密集成交区在下面。看一下，这怎么会跌这么多啊？我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先看现在价格呢是贴着地板走，然后又被这个20A 一路往下啊，这里20A 要上去没上去，再压下来啊，这里要上去又没压下去，上来，对。莲华现行感觉还在弱势，对吧？我阿妈应该也看得出来，这是蛮弱势的。但是没关系，我们看一下要怎么反转呢？反转的话，你可以先看一下它的这个20NA 的底扣加在这里，对不对？接下来往上走下来，所以最基本的呢，我觉得至少要先看到它先上穿这个20NA，像到这里，这个变黄色就是它要上穿20NA，对不对？那变白色呢，就是它的那个均线也变成正斜率往上走，但这边又下来了，又重新再爬一次了。所以我觉得最基本啊，都要先站上，先看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对不对？没有站上的话，我觉得很难。那看第二步呢，要看到交叉啊，就是这个20A 跟这个60A 要交叉。没有交叉的话，我觉得这个继续探底的风险也是蛮高。那至于那么弱势要不要卖啊？已经亏一半了，还要卖吗？想一下，我觉得可以等等看，这也可以等等看。如果又破底的话，那就出局好了，不要再等了。就这些底部又破的话，就出局好了。但是红哥啊，你在180买到的时候呢，其实你在哪边要卖呢？你其实在这边就要考虑卖，因为你现在问我已经为时已晚了。但我们之间的相遇就是缘分就是这样，就是让你这个时候才见到我，没办法。有可能他就是上天要你经历这一段啊。我们先看哪几个地方可以卖。第一个就是这里啊，这里呢下穿20A 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逃命的点，这里就要卖。那如果这边没卖呢？第二个卖的点在哪里？第二个卖的点在这里，有没有？这里两个卖的点哦，这个十字跟这个叉叉就是交叉了，这边就要卖了，所以这边就要割了，这边就要割了。那还有其他卖的点吗？看一下。通常到这里我就不会玩。
或是到对吧？你这里晚卖也要走了啊，这里又跌的话，你这里也要走了啊，这2根你就得走了，所以不要再忍，不要再忍。但是有趣的是，他有没有送你一些股东纪念品呢？对不对？看股东纪念品能不能让你心情好一点啊？所以我说要不要卖？我觉得这边盘一下了，我觉得等等看好了，等看会不会站上20A，然后20A 要拐头向上的话，这边先下来，对不对？这边抵扣价，往上走再下来，所以我觉得可以等等看，等等看，但是机会不大，这里这样上去下来啊，先等它走下来的时候，价格能不能这样站上去？啊，这个线继续往这里走，啊，接下来这个线下来，这个线这样交叉，对不对？都帮你排好，这边可以就不用卖了啊，但是现在我还觉得已经为11晚了，就不用卖了，不用卖了，已经走那么下面了。如果又破底呢，赶快卖一卖了，好不好 ？OK，每年都有配股，谢谢了解。OK，好，那看来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要分享的了。等一下要问股票，等一下再跟大家讲。那我们就可以以这一档联华池呢来看一些有趣的东西。来，我们看一下它怎么配好了。它是稳定获利的公司，所以会配息，很正常的。所以它应该配息，配几次了？联华石1、2、3、1嘛。我觉得可以多买他们家可乐果，对不对？看看股价可不可以再涨一下。可乐果那个辣味口味很好吃我以前很爱吃不要倒啊这家公司。我们看一下它的股利政策，除权息的股利政策吗？看一下。2025年发2.6块，2024年发2.6块。它都在现在有这个数据，他会跟你说填息花费的日数。有没有看到吗？2024年填息只跌了2.6块26块现金变到你手中，然后9天就填回去了。今年的2025还没填回去，可能填不回去。好，那我来看一下股东纪念品配了什么，对不对？看一下有没有股东纪念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呢，肯定没有人分享过，但也是近期我才发现，还可以这样哦，怎么又可以这样？大家会去看股东纪念品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股东纪念品这个东西，但是秉持着这个研究的精神，我觉得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股东会纪念品来看一下，常会2025年的股东会纪念品，这样发什么？不得了！开会地点在桃园市龟山区复兴一路2号芙蓉大饭店。来跟大家讲看到了吗？红哥，你看到了吗？这家公司是真的很。本次股东会恕不发放纪念品，太过分，太过分！可乐果1包都不给吗？怎么可乐果也不给啊？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改变我刚刚的那个分析逻辑，红哥，请你卖出这个持股。来给大家看一下，莲花石，都不发纪念品，扣分，不行。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个策略这个策略我觉得真的可以做，而且是专门像我们这种小资主没什么钱的人做，刚好就打开这个脆呢，最近看到的，我看我把它存起来。股东会纪念品。我先问一下那个聊天室，有人参加过股东会吗？有人参加过股东会吗？纪念品是吗？那怎么查股东会纪念，奇怪，还没登录难怪。我不用，忘记了怎么登录，我用这个登录好了。这边有人参加过股东会吗？没有，小资族。谁说小资族不能参加股东会？你只要买1股，你也叫股东好吗？
所以还是可以参加一下股东会的。那又忘记密码，每次忘记密码，等一下，大家等我处理一下。到底有没有登录啊？有吧？有，这有登录，这有登录。股东会，这礼拜看到的策略啊，觉得大家可以跟一下，跟一下。嗯，来，是调整一下，在这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找不到，找到了。来看一下这个呢，股东会纪念品，这是谁分享的？有没有？这些你全部只要买每一家公司一股的话呢，你都是可以去参加股东会拿纪念品的。那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就是专门在帮人家领纪念品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领过股东会纪念品，我也没有领过啊，我也没有去在乎这个纪念品。但你看这个 7券100拿好几张哎，你只要去参加股东会，你只要买一股，对不对？假如一家公司的股票股价呢，这些可能大家不知道，有一个网站会专门，我记得比较好的公司啊，就是王品，大家有没有在吃那个王品集团的那个什么12锅啊什么那些东西？王品的一定会回本啊。第二个是大鲁阁，我记得这两家股东会纪念品很好，其他我不知道，但大家可以到这个网站 High Stock 这个 Gift 看一下，然后把这个链接丢在聊天室，大家去看一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来，你看这个系统店，对不对？2026年，它会告诉你这个最后买进日，股东常会开在这个4月28号，然后最后买进日2月24号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参加，就可以买进。那它一股要多少钱？69.6块，你只要花70块，少吃一个便当，你就可以去这个系统店，对不对？就可以买这个系统店一股，就只要买一股，一股你就可以参加这个股东会哦，不得了吧？好，那他会送你什么？这个不锈钢玻璃调味罐，看一下这个图。我好像缺这个，这个是台新的啊。不锈钢，不错，有没有？你一股只要69点多块，你就可以拿这个不锈钢玻璃调味罐，你就可以这样撒那个你的那个调味料，对不对？也是赚的，也不错吧？但是他这边通常会跟你说零股能不能寄啊？否都不能。所以我要研究一下，零股寄单都不行哦，这么小气啊！有的零股它不能把那个股东会纪念品寄到你家，你要整股它也可以寄到你家，但是你就可以请一些团体啊，一些人去帮你领这个东西。那世界上就刚好有这些人啊，等一下跟大家分享。我也还没做这个策略，但是我在脆上面看到，我觉得蛮扯的啊。我们看一下，我看找不到，找得到？我记得我把它存起来了，完了，最近股东会纪念品，哇，找不到了吗？好吧，那我用那个，我用 IG 好了，等一下，我调整一下。那家奇怪，叫什么去了？我用手机查怎么查得到？它是一只狗啊，我记得。股东会纪念品。我找到了，来，切一下画面，有没有？POV，持有一股，每年爽领1000元超商礼片哦，大家吓到了吗？大家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一股26元，有没有？
89元就送你这些东西，然后他还跟你说，零股花费，就你买这些股票花了806块，明年不用买，直接领，你就有第一年要买嘛，对不对？因为你明年就继续那个零股继续在你手上嘛，所以这806块也等于你没有花费因为那就是变成你的钱放在股票市场而已。那它有个带领费，这个假如票券类的话，它会抽你12块，非票券的话抽你16块，还有一箱的运费是120块，总花费1230元，那你就会拿到这些东西，怎么样？大家把东西拿去转卖一下，对不对？又可以赚到钱了。月底没办法的话，就用这招。啊，我也想要做这看策略，然后很扯，就是我去加这个 Your Lucky Doge 的那个 LINE 官方，然后它有一些方案，我去研究一下，真的有料。有些人是买了500多家公司的一股股票，现在有人在听我讲这个吗？还是没有？没有人理我，有吗？还是大家觉得这招没料，不会让我变富有？但是蛮神奇的吧？就你每一家公司都去买一股，央毅力你有在听啊？看来也是一样没钱的，对不对？反正这里有一些笔记跟你讲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就同样有一些方法。好，那反正就分享到这里，这个股东会纪念品管家，他好像什么阿财股东会纪念品管家，大家去那个赖官方可以搜寻一下这个。我来截图一下，很少一股可以换的，换什么？你说他那个记不了，对不对？你没有满整股，没有满1张的话，他不会寄到你家，但是你是一样可以请别人去那边帮你领那个股东纪念品的，只是你要给那个人费用他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他就去帮你领，然后帮你寄给你这样。所以他们，然后你一年呢，你只要每一家公司都买1股的话，他就会去帮你去领。那他领当然不是去那个他的股东会领，他们有一些股东会的纪念品领取的地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大家走在台北可能会发现，然后我记得北车附近就有东会纪念品代理。来看一下领取地点，来，开一个地图股东会纪念品，对不对？你看，你查一下，就大概可以查到。你看这里这些地方，他们都是一个领股东全通股东会纪念品各个地方，对不对？他就会去帮你去那个地方帮你领，然后再帮你寄回家。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策略。都要费用30到100不等。你说寄到你家吗？还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也没有很了解，我是这几天才看到，我也在研究一下。然后我把那个赖先传给大家，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这边领纪念品高手，我不知道大家这边有没有聊天室，对不对？有的话，也麻烦跟我讲一下怎么用，我也要去领。这个阿财股东纪念品管家，大家可以去加他好友，然后他就会，官方都有一些，如果带领100的话，大概要多少费用？带领100家的话，他刚刚讲了，就是票券类，他就一个就抽你12块啊。如果他的股东会纪念品是50块的那个7礼券或100块的7礼券，对不对？他抽你12块，你还是赚88块啊。对不对？那个运费一箱是120嘛，反正我找一下那个脆啊，反正就是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夸张这世界有这种策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到底能不能实现。然后重点是我看到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看人家分享完，他每一家公司500多家都买1股，结果他花了2万多块台币。如果他当年的损益还赚8000，对不对？我不如来组一个股东会纪念品 ETF， 对不对？会纪念品，我找不到了吗？奇怪。我跟大家一起看好了。询问广大网友有没有推荐领股可以领取股东会纪念品，然后 CP 值高，或者整张单送很好的啊？这里大家就跟你讲，它有哪一些。
这个不重要。大户头可以看哎，这有人整理，来这里，你看这刚看到的啊，这个 your lucky dodge， 你看，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我自己好像也没开声音呢。有地震吗？有地震吗？等一下，没有地震啊。等一下，吓到我。灵骨塔，哎，U Chain，我们现在在讨论有没有领过那个股东会纪念品。你有领过股东会纪念品吗？如果带领100家，大概要多少费用？其他都会帮你算好，但你最后都是赚的。我前几天看人家分享那个翠文不见了零股东会纪念品要找谁带领最划算？有推荐的厂商或经验分享吗？欢迎留言。啊，没人理他。来，你看28000买零股，今年你要选择什么回馈？又到新的一年啊、什么回馈了？领取资格，来，他领的，还要领到这一箱，看一下。等下都会跑掉，我把这点掉。洗衣槽，哟，洗衣槽，哎，这个是什么？玻璃碗。你看这一箱里面对不对？大概120运费嘛，运费是120。毛巾，然后这个毛巾的话，就大概抽你16块。啊，如果是那种商品卡的话，抽你12块。所以你整箱，你去用这个策略，它整箱每天这样送完你家，你还是会赚钱的。而且那个股票搞不好还会涨，对不对？这个是机能袜子。机能袜，这是什么？是什么？工具啊？红茶。红茶。哎，这个是什么？清洁肌肤的酒精。有经也敢送？哪一家公司？餐具。餐具很厉害。哦，很好碗。这个碗厉害吗？我看我有没有存那个图片那一家翠文，我把它存起来，应该有，因为我记得我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把它存下来才对。星巴克的杯子，白色底的。好吧，我没有存。这个不错，城内。这啥？塑咖啡。我个股只有台积电，其余都是 ETF，没领过纪念品。但是你可以每一家买一股，然后找这个零股代领纪念品。多功能钥匙孔，这个还不错，有个灯。又是环保袋，便当盒，修龙组，面膜。好了，太多了。这是面膜。太多了。这是啥？杯子，随行杯。有没有？你看这个人，为了股东会纪念品，预计要买400多家公司，目前进度约12%。这个大学生光这些有没有？看一下，今年股东会纪念品领了快10万块的礼券，从散装进阶到盒装。这个也不是小钱对不对？你这些券，你看王品都送这个，王品我说过了，都会送那个折价券，很棒。你看，我可以在这里说实话，我透过股东会纪念品扣除所有成本，最后实领12000的超商商品卡，而且是1:1兑换，总共花了25000买股票，买一次每年都可以领到不想领，股票全部卖掉，25000又回来。有兴趣的没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的主页教学，教你如何透过股东会纪念品领回每年1万块的超商商品卡。从此以后，你到超商里面你就变超商之王，对不对？你就看到，就问他说：“你要喝咖啡吗？我有很多商品卡。”这样。好，反正我就秉持这个实验精神啊，我就来研究一下这个怎么做，这策略怎么做。
股东会纪念品1第一箱有4000多张商品卡加各种杂物，这很过分这很夸张吧？你看这跟3一样多嘞，这个商品卡，这商品卡，看一下，这个财富自由啊，商品，你没有办法在现实世界财富自由，至少在 Seven 跟全家你要能财富自由，对吧？有讲错吗？你买这些股票，你就全部买一股，然后找那个零股代理的，他就每年第一箱来你家，每年第一箱来你家，对不对？你那买了500多只都买一股啊，你也有可能会涨啊，对不对？而且我看人家那个涨还没有涨很少，这是1年领的吗？还是多年累积？我看一下，7月都在忙什么？忙着领股东会纪念，最喜欢去群益领的，有冷气有椅子坐，商品卡多到沙发加桌子摆不完，请称呼我商品卡富翁。他应该是1个月领的，他领的是什么？这个你看春风的这个什么3层的超厚可以吸油的，还有这个史努比的餐具。他感觉是帮人家领，他是帮人家领，所以领那么多啊。领取股东会纪念品，请依序排队。到底怎么领啊？奇怪，我没有去领过我就想说，我看我们观众有没有对这个比较了解的。2年前，隔壁同事突然跟我说，存3万在股票户头里，每年可以多领1万多现金或点数。我本来就有在存 ETF， 所以多存3万多对我来说没差，就是花好几天才终于买满500多家。我的那一家是有教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把它整理在一个那个 Notepad 的加或者 TXT 那记事本，你一次 Ctrl+C、Ctrl+V 复制贴上到你的那个什么下单簿，然后按下单，当500家直接帮你买完，所以不用一家一家点。浩哥分享过公园纪念品套组，这什么东西？我这1年花很多钱在喝咖啡，大家有在喝超商咖啡吗？好吧，那我直播的那个 line 好了，我刚好有加这个好友，我来看一下，看能不能投这个。好吧，我先投我的画面好了。反正我觉得这个蛮划算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有吗？有画面吗？应该有吧。这个阿财股东纪念品管家，反正我就是加了这里。那他会跟你说他要哪一些组合。第一个是这个礼券加零比全套组，大概要你买564档每档买1股，大概是这个27000，2万7。那这个高 CP 呢，就有这个408档，全部买1股才2万块。然后还跟你说约12000左右的超商券加32张左右的咖啡券。然后反正就有这些东西，借10位亲戚朋友账户来买，每年最多加薪10万元。标题：公园集合，2024 5月30直播精选。OK， 这个我来看一下，我来看浩哥怎么介绍这些东西。反正就是有这些东西让他跟你讲怎么去做。这里有教学，教你去怎么去每一档买1股，就不用手按到单断掉的，不然你手按到单断掉。然后，这里有服务项目，什么是股东会纪念品代理服务？阿财管家会协助你挑选，会赠送股东会纪念品的公司股票，并筛选出高性价比的公司推荐给你，一次买入就可以每年领，隔年不需再付购买股票，只需要领取前支付那个代理费用及运费即可。所以每年应该还是要给他钱，就大概是一张票券就是12块，然后商品的话就是16块。我需要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参加股东会纪念品？有证券户就可以了。那我需要买多少股票才符合股东纪念品领取资格？不限股数，零股1到999股或整张1000股含1000都可以委托代理。那代理的主要费用这里嘛，礼券就是一个就是12块，那礼券呢就是16块，运费就是一箱就是160。所以他假如你的东西有 7 礼券100 5张，7 礼券50有3张，7 礼券35有3张的话，礼券的就是132，因为这里有几张，这里有11张嘛，所以就132块乘以12。那中信金、护眼台灯、中钢折叠雨伞的话，就是礼品就是32块的代理费，因为礼品的话是16块
16块，还要加1箱，运费120，所以你要给他一些钱，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些东西，所以还是会赚的。这看起来很少，但是你买了500多家股票后，对不对？不得了了，每年都是有一个货运公司会来你家送东西。哎，有没有？哦，这里反正还会讲一些有的没的哈。我就问他 A， 来教你怎么做。啊，这也是我看人家分享那个股票的那个 ETF 还赚钱呢、啊。然后我这边，你看你这样只要基本上2年，这个策略一定会回本哦，因为1年就给你1万块的东西了，对不对？两三年可能就回本了。那个报酬率几趴？我不帮各位算了哈，33%，对不对？你股票可能还会涨，可能2年就回本。给我报酬率50%策略哪边找？好，那我先看一下，诶，切一下画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他们可以代理这么多，因为我自己去查那个股东会纪念品代理，有这么便宜吗？我看到的是那个代理费用，你看我看到的是，哎，自行自股物代理机构代换处通常每件约30块30元。哦，委托坊间业者，如代理的话，虾皮或什么零股宝，单件代理费用10到20块左右。若累积数量多或特进票券类，费用可能9到12块，但需注意额外加收车马费。奇怪。哎，不是，但是我在想，那他们那家公司赚什么？各位知道吗？大家会知道，那他们那个公司赚什么钱吗？就是他帮我们代理这些东西，然后寄给我们，他们也要赚一点钱吧？好像他们的营业模式是什么？我想不到他们这样赚什么钱呢？好吧，我再研究一下，我要研究一下他们这些什么，他们这些帮忙代理然后去寄的人赚什么钱？因为我觉得要是一个双赢的，他们才会做这件事嘛。那现在就开放各位问问题好了。现在直播多久了？看一下。哎，大家那个影片还没这个直播那个还没有按赞的，再麻烦各位帮忙按个赞。我看现在几个赞。现在喜欢次数只有2，奇怪，现在有5个人在看，还有3个人没按赞，没按赞的举手，站起来。3个按赞了，还有2个站起来。好啦，开玩笑的。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也可以发问，对吧？你发问的话，帮我按赞就好。要问股票啊，还是问什么都可以。主播安安CRISPRENCORE Energy，等一下，这个英业达，好 ，OK，英业达，等一下来看一下英业达。那这个，等一下你这家公司的代码是什么？这是2家吗？这是美股吗？CRISPR。哦，这个，看一下这家公司做什么的？Therapeutics AG，不知道这家公司做什么，现在看一下。现在看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翻译一下。基因编辑公司。我没有画面，切一下画面。切错画面了，等一下。OK，这会太小吗？
我用这样翻译感觉比较大一点。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家公司做什么啊。哦，是药物治疗的，是不是？血球蛋白病，什么什么细胞疗法、心血管疾病的，地中海贫血，反正就是感觉是一个基因什么工程，然后什么基因编辑，反正用药物的一家治疗的公司。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表现好了。帮我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他不能帮我放回英文吗？怎么这样变成中文了？显示原始页面。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家公司是这个 biotechnology 啊，sector 是 healthcare。healthcare 的话，970名排510名，这么的量化分数。那在这个 industry 的话是 biotechnology，465是排222，就大家都排在中间的位置。那看它这个 fact grade 的话，6个月前是 C 减，然后到第一家这边 C 减，所以都差不多，过时是 C 减。C 减到 C 到 C 减，那 probability 都是 B 减，那 momentum 是 A 到 B 加到 C 加，所以应该是跌的。那 reflection 是 D 加到 猪到 C 加，这样好像会挡到，对不对？反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rating，factor grades 状况，就是量化状况。好，那再看一下它的 valuation，看一下估值。这家公司是不是亏钱呢？为什么没有估值呢？这家公司可能是亏钱公司哦。我们先看它是不是亏钱公司。TTM by quarterly 啊，revenue 你看37.3、37.7、38.1、38.3，然后 total revenue 在这里大概都是37左右、3738左右，但它的毛利率呢，扣掉它的这个 cost of revenue，扣掉成本的话，直接变亏钱公司，亏393、亏400、亏382、亏430，所以都是亏钱的。所以 operating income 全部都是亏钱的，所以亏钱公司我就觉得大家就是不要投。那我觉得它是亏钱的，我也不会再继续分析下去，但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个现行。这种制药其实都很吃他们的研发，所以都会花很多钱在那些药身上。刚刚叫什么 CRISP？目前哦，看一下 CRSP，先跌了一大段，然后在这里2次的死亡交叉，然后现在呢有黄金交叉吗？都没有交叉，这个真的还没交叉，然后一涨一跌，所以现在在密集成交区应该就这个部分。啊，至于能不能买，我觉得没有赚钱的公司先不要买。然后目前在密集成交区这里，我觉得还不适合买，除非看到那个黄金交叉2个，然后价格也站上去开始走，可能才有机会考虑。但我还是不建议买亏钱公司啊 ，OK 吗？好，EN Core Energy 吗？EN Core Energy 是这个吗？ECPG 吗？哦，是这个 EU 吗？应该是这个吧。看一下这家公司的 financial，这也是亏钱公司啊。这 revenue 在这里，58.3、46、44.5、44.1，所以是营业收入慢慢变少。那扣掉成本的话，毛利就都是亏的了，所以它的 operating income 也都是亏的。所以这个亏钱公司，我觉得也不用去看了，这可能这个也是能源产业的吧。来看一下，那叫什么？EN Core Energy，它叫 EU 吗？是吗？对，这个。这里刚2个黄金交叉，对不对？然后价格准备往上走，现行看上去的话是还可以啊，但我觉得财报上面看上去的话，没赚钱还是先不要买。对，现在现行看起来还可以，这里准备密集要去已经走完了，然后准备上传，所以还可以，但是还是等先赚钱再买啊。那英业达吗？啊，看一下英业达，英业达要先看一下有没有赚钱好了。
英业达的话，看一下损益表，看一下近4季的话，这家是有赚钱的公司了。来，营业收入6463672870527177，有赚钱，而且有那个营业收入有成长。Pen Pen 他来了，史努比来了。Pen Pen 你今天比较晚哦，但你还是一样可以帮我的直播点赞哦。没有啦，现在已经在那个自由发问环节了，你有问题也可以问那个聊天室也可以打一下。好，那营业收入是有成长的。那看一下毛利率，从5.16、5.33、5.34、5.28持平。那扣掉这些费用后，营业利益是有点少，1.83、1.95、2.01、1.96也还可以，反正就是营业收入持续成长，然后营业毛利率跟营业利益大概固定。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有赚钱的嘛？那看一下现金流量表，看一下营业活动怎么回事？怎么营业活动的现金都是流出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观察一下，现金流不太行哦，在什么地方占的比较大？利息收入，对，利息收入减20，还有哪里？存货减少，其他流动资产减少，所以导致他们支付利息有点高啊。然后它现金都是流出的，营业活动的现金都是流出的，没有现金流。今天尾牙比较晚了，今天吃尾牙你们比较晚你们吃什么？有偷到什么吗？偷到 iPhone 17 Pro 吗？我尾牙只抽到1000块。然后那营业活动支付利息有点多啊，还是看一下它的那个资产负债表发生什么事情。看一下那个负债，流动负债2500、2000、2400、2500，流动资产2700、2800，有点接近它公司好像有点缺钱没什么现金流会出来，有点危险。然后短期借贷，看一些长期贷款，现金流没有到这么稳定啊，但是是赚钱的公司。好，那我们看一下股票好了。英业达是做什么的？2356英业达怎么一个大爆喷？这是什么？是云霄飞车吗？密集成交区刚走出来，看一下，刚密集成交区走出来。这里逆成交区走很久然后这边刚走出来，有没有两个交叉？这里交叉一个，这里交叉一个，所以现在能不能买？我觉得现在可以买，英业达可以买，但是他的这家公司要去盯他的那个现金流啊，现金流不知道稳不稳定，要再观察一下。OK， 好，偏偏有什么问题吗？你今天比较晚来，给你问一题。我们今天在讨论那个股东会纪念品策略。你可能没有听到，但是还是帮你复习一下。我自己还是很好奇啊，那股东会纪念品策略到底可不可行？偏偏你有参加过股东会吗？平常上班也没时间去领股东会纪念品。对啊，你可以找代理，你知道吗？你看这些人真的很过分。你看，就是今天我有分享了一个代理的这个公司，一个赖账号，他就是你就是每一家公司都去买一股，然后你就去找那个代理公司去帮你领股东会纪念品，他会寄来你家，你就只要支付他那个代理费用还有运费，他就会把这些东西寄给你家。长期来说会是赚的。你就只要花个2万多块买那些股票，各买一股，然后他就会每年寄这些东西到你家。光这些礼券加起来就一定会回本，这是一个好策略，对不对？你可以麻烦的话，可以只买这些票券类的。你有一些会送商品，对不对？像这个你看多过分哦，商品卡富翁。华南金有年是史努比碗，其他好像没有很兴趣。
它是一次寄500家过来吗？没错，红茶，你还在红茶，它就是一次寄500。哎，你真的很喜欢史努比哎，那我帮你取个名字好了，你之后的代号就叫查理布朗怎么样？哎，你看，你说的是这个吗？史努比事事如意丸吗？我直接找到哎，事事如意丸组。其实我不知道史努比旁边这只鸡叫什么，它是鸡吗？这样蛮方便的，可以做。对，你是史努比的粉丝哦。哎，史努比旁边那只鸡叫什么名字啊？它是鸡吗？还是鸟？我其实不知道，我只知道他那个主角叫查理布朗。对，他是一次应该是糊涂塔克，这只叫糊涂塔克，真的假的？它有名字哦，糊涂塔克。哎，真的哎，这只叫糊涂塔克。哎，那为什么史努比他们的这个漫画叫那个叫做 Peanuts 啊？哎，是 Peanuts 吗？Peanut 啊，英文发音发错了，Peanut Peanut，那我叫 Peanut。哦，这 Peanut 是花生的意思吗？史努比还有兄弟姐妹？哎，奇怪，这个漫画现在还在更新吗？等一下，我们怎么在讨论史努比？我们是一个投资的频道。哎，请问阿伟有办法利用技术指标预测星期五收盘台股指数的点位吗？如果预测得了，我不会坐在这里了。简单来说就是预测不了，我只能预测，只能帮你看长期这个趋势会往哪个方向走啊，只能看趋势而已，没有办法那个，就是技术分析只能去看趋势，没有办法精确到去抓那些点位，那些点位就是，那个趋势也是抓一个几率，就是也是有几率的成分在，所以技术分析没有这么神啊，我觉得还是要看这家公司的生意，就我现在越来越基本面派啊。你说礼拜五的那个点位吗？但是可以跟你分享一个东西可以看，但是不是短期内绝对不是用技术指标去看的，短期内绝对不是用技术指标去看的，但是可以跟你用这个选择权是可以看台指选择权，台指选择权预测点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选择权可以看点位，大家会看选择权吗？就你可以看到某些地方的未平仓量，但这有点复杂哎。来，这个玩股网我记得有，这里呢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是台指选择权，然后2W1的话，你可以从这张图上面去看未平仓量哪一边比较多，你就可以大概去猜一下他们的买卖权状况。但我觉得这个，等下这个有点难啊，我们看一下 EW， 应该要看二月的，这比较多。你就可以从这里看，来32000跟这个30000这两边就有一个支撑压力在，你可以从这个选择权的这张表大概去看一下，那你就去再搭配那个技术分析，对不对？再搭配这个技术分析的话，你就可以看一下现在趋势在哪里。32000跟3万嘛，对不对？我们刚刚说32000跟3万，所以32000的话，这里就可能有一个压力啊，我就拉一下32000，那赶快到啦，跟3万。反正选择权的看法是这样看的、就是看未平仓量在那边，他们是预测这两个点。那还有一些方法，例如说什么画那5条线啊，或什么的，那些方法我是没有用。但是趋势的话，我觉得现在就是多头。但是你说能不能加仓，我是觉得有点高了。我都会期望加仓在哪一些位置，在这种地方去做加仓。在趋势，因为我是趋势交易者啊，我觉得这种地方刚下穿，然后上穿，然后没交叉这个地方可以买。然后然后这边就要逃跑，对不对？变成黑色这边就逃一下，这边又可以买，这边支撑就可以买。
所以看到支撑然后往上弹的话，你就在这边右侧交易，这个打勾你就可以去做交易。按你说那么预测点位，我觉得很难，所以我没有玩那个玩选择权。这个刚刚那个工具是这个玩股网的这个台指选择权支撑压力表，大家你可以去搜寻看看，可以预测一些点位，你去研究会有一些心得的。好，用小台夜盘预测隔天日盘大盘指数是可以的吗？应该也是不行吧？就是因为美股应该比较重要，美股应该比较重要。那你就是你预测到的话，你也要日盘的大盘指数，应该没办法，因为那你开盘后它价格也跳上去啊，你也交易不了了，对不对？你也是晚了。最近 Twitch 好多人在喊泡沫回档，对啊，但我觉得那个泡沫我是觉得不会，目前我还不会看到，因为真的那些器巨头啊那些东西真的都在对 AI 进行估值回调啊，就是那个器巨头的估值有点高，但他们在那个资本投入的很高很多啊，在那个 AI 那些基础建设上面，什么资料中心啊、记忆体啊、半导体，他们真的投入很多，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有投入，那会不会落地成功呢？我觉得应该会，都投入那么多钱了。当然那些电力的问题啊，或者是什么，还有很多什么原物料啊，那些还是都很多是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投资那些有产值的公司嘛，就是什么半导体啊，对不对？那些晶片，现在那么缺，对不对？或是一些什么记忆体，那些什么原物料，铜啊，或是什么黄金啊，黄金那些避险情绪，哎，AI 才刚开始，Andy 说 AI 才刚开始，这也是我现在的看法。我也觉得蜘蛛又来了。请问一下，看美林时钟投资是对？等下，美林时钟是什么？美林时钟，我查一下什么东西。美林时钟是什么？有人知道吗？美林时钟，哦，真的有这个东西？哦，景气循环图吗？它景气循环图吗？那可以看到现在台湾的美林时钟是几点吗？我来看一下，这应该跟台湾的话，应该比较多看的是那个什么景气灯号吧？那个什么景气灯号，景气灯号，美股我不知道美林时钟后这个东西，但是台股的国发会不会发这个景气灯号？大家知道吗？像现在是这个37分是在转向，那红色的话就是热络，对不对？稳定的话就是这个颜色，所以现在在这个转向。那你说看美林时钟投资是对的吗？我觉得应该不对吧？我觉得应该这个应该落后蛮多，因为它是一个经济，就是你经济看一个那个经济复苏的话，应该你要交易还是很难。我觉得交易还是要我自己是从下而上的投资方式，就是我是先去研究公司，然后再去研究这个产业，然后再去研究这整个经济状况。那如果你是上而下的话呢，你是先去研究这个经济，对，然后再去研究这个产业，然后再去研究这家公司。我是下而上的投资者，所以我是比较在乎的是那个公司的那些基本面。但是经济也没说不重要，这些经济我当然会影响一些东西，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应该是那些利率，例如降息啊，或者什么 QE 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比这些什么景气更有影响力，因为在不同的时期，可能像现在已经在什么状况？现在已经在现在美林时钟在几点了？有人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过热，然后就继续过热，一直过热这样，然后就不会有尽头。这可以看吗？美林时钟不会看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个美林时钟投资吗？找这张图这么难哦。2025嘛，美欧美林时钟与商品是这个吗？美林时钟哪一个？
这个我还没有研究到，我也不知道这个合不合理。但我觉得我比较在乎的是一家公司的那个就是什么 CPI 这些数据啊，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或是那个利率这些东西。哇，这个我有兴趣，蛮有兴趣，我再研究一下。OK，感谢蜘蛛提供这个资讯。但我知道台股可以看这个景气灯号啦。那美林时钟的话，我还没有用过，我要再研究一下它怎么用。哎，蜘蛛你是投资台股还是美股？但我觉得先看一家公司有没有赚钱是比较重要的。哦，11:02了，完了，我这样直播多久了？是不是又快2个小时了？今天也跟大家分享这个，什么那个，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个股东会纪念品 ETF。哦，美股哦，美股 OK，我也是投资美股的。那个台湾那个景气灯号应该，你看这个有没有办法交易？应该还是要看一些比较美股的数据。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股东会纪念品的这个策略，我觉得我应该有空去执行看看，我觉得蛮有趣的。对，但我应该只会拿那些商品券啊，不然家里拿一堆太多有的没的那个碗啊，什么什么的，应该也很难用。那我再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不然没有问题，等一下就要来休息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那个 Alex 要爬那个101的这个人，大家有关注到吗？有个人要爬101，然后今天因为天候的问题取消了。原本我是9:40起床，他说我靠，那40分钟不知道爬到哪里，我后来发现哦延期了。我不知道台北这个天气，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爬到这个101。然后我有去那个 Disney Plus 找那个他的爬那个什么什么山的那个纪录片。大家如果明天有起床的话，到底要不要有 Netflix 才可以看呢、我是有 Netflix 啊，如果大家有 Netflix 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9点会开爬，就是可以看一下他爬那个过程。徒手没有装备我看他爬那个山，爬到那个我的手汗都冒出来真的很可怕，而且蛮刺激的。而且没有人挑战过这个徒手爬101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我等一下去研究呢股东会纪念品的那个策略，等我研究完，再拍影片跟大家讲，对不对？或是我就你下次看我开直播就拿这个1箱的。有吗？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是投资不是投资也可以问啊，现在开放问那个不是投资的问题。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好了，那大家那个直播还没点赞的就点赞一下。如果今天没有问题的话，今天直播差不多就开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参与啊，感谢各位的参与。然后下礼拜1到5应该也会找个1两天来开那个投资聊聊天，我通常都是在晚上8:45会开啦，然后9点我要准备一下，9点会开始直播，通常直播个1小半左右就会结束，但时间多一点的话就会直播2个小时。如果大家有时间或有什么股票想问啊，美股、台股都可以，也可以来直播去问我对这些股票看法，我也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对，或是有其他不同的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里面问，我也可以跟大家互相学习啊。那我今天就学到这个糊涂塔克，对不对？还有学到什么？好了，还有学到这个美林时钟，这个我也蛮有趣的，可以看这个景气，所以不要讲的都好像是我在教你们，就是你们也有给我一些新的东西啊，我也会去研究这些东西。好，那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感谢今天各位参与这个直播，那祝大家身体健康啊，然后明天天气好一点，大家可以出门走走，应该会好一点的，他明天要爬101，对不对？好，那直播也2个小时了，差不多了，来大家晚安，Andy 晚安，拜拜。